今年的双11要改名叫凉凉11了。不仅取消了往年浩大的晚会，连战报都不好意思发了，就连微博热搜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。很多人甚至都忘了11月11日这天还有购物节。这个曾经让无数人疯狂剁手的节日，如今却冷清的让人不敢相信。虽然各大平台还在苦苦支撑，从10月中旬就开始预热，天猫、京东、拼多多纷纷打出史上最早、史上最强的口号。阿里巴巴更是拉下面子和老对手京东、腾讯握手言和，支持微信支付，整合京东物流，号称要打造史上最互通的双11。结果热闹是热闹了，真到了11月11日这天，大家才发现这届双11少了往年的喧嚣和紧张感，连支付宝崩溃这种传统节目都显得那么无力似的。支付宝确实在最后时刻崩了一下，仿佛是在给这个冷清的双11凑个热闹。让我们来看看官方发布的几个数据。天猫声称，今年双11购买用户规模创新高，有589个品牌成交额破1亿元，同比增长 46.5%。京东则说，购物用户数同比增长超 20%， 彩销直播订单量同比增长 3.8 倍。但别被这些数字迷了眼，今年的双11周期是16年来最长的，从10月8日就开始预热，整整持续了1个多月。这些数据再好看，摊到1个月里也就不值一提了。我们再来算个账，去年所有电商平台的双11总成交额是 1.14 万亿，同比增长仅 2%。今年美国花旗集团预测阿里巴巴的 GMV 在5650至5810亿元之间，同比增长 3%至6%。京东在4000至4120亿元之间，增长 4%至7%。但要知道，阿里今年的活动时长可是去年的 1.5 倍啊！这增长率说白了就是负增长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这次连阿里和京东都不敢公布完整的成交数据了，只敢说同比增长多少。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，不就是变相承认业绩难看吗？要知道，在2019年的巅峰时期，光是淘宝24小时就能创下380亿美元的销售额。如今这些数字早已成为历史，电商平台们连提都不敢提了。在杭州负责服装直播带货的张小姐透露，今年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消费降级了。她说，通过抖音等平台卖衣服，退货率高得吓人。很多消费者为了赶上满减活动，疯狂凑单后立刻申请退货，现在的人连1块钱都要精打细算。这种消费氛围，你说还谈什么消费升级？为什么今年的双11这么冷清？归根结底，还是老百姓兜里没钱了。我们来看看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今年1至9月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3.3%， 比去年同期的 7.2% 下降了1半还多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个数字还是政府美化过的，真实情况只会更糟。有个34岁在西安开理发店的张先生说，2-3年前双11我还会买点东西，甚至买过手机，但现在收入都降了，根本没心思剁手了。这位张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。根据调查，今年全国地摊经济明显回暖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被频繁裁员，不得不靠摆地摊养家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现在全国各地的商品都在疯狂降价，奶茶降价，衣服降价，汽车降价，房子降价。但即便降价了，依然无人问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对未来已经失去信心，宁愿把钱死死攥在手里，也不敢轻易消费。电商平台们也急了，阿里巴巴放出300亿元优惠券，拼多多发放100亿消费券，但效果依然不理想。一位淘宝服装店主无奈地表示，和身边几个同行相比，今年销量只有去年的1半，商家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一位经营了8年宠物用品店的老曹算了笔账，现在100元的商品，满减后打8.3折，再加上3%的淘金必返现，到手价变成80元，但还要扣除花呗手续费、运费险、发货运费和包装成本，最后到手只剩70元，这哪还有什么利润可言？更吓人的是退货率。某知名服装品牌的运营负责人透露，今年的退货率暴涨。有些消费者专门挑选优惠力度大的商品凑单，然后立马退掉不需要的部分，有的商品退货率能达到95%。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。在北京做市场研究的雷小山分析说，消费者对大件商品的购买意愿持续下降。自从2022年10月以来，全年商品都在打折，双11的折扣并不比平时更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商家们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，不得不全年打折促销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1、2线城市的年轻人正在往3、4线城市逃离。一位刚从北京逃回老家的小王说，在北京每个月工资是老家的2倍，但光房租就要吃掉一半。还不如回老家，虽然工资低，但至少还能攒点钱。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现在商场和景区看起来人山人海，但营业额却惨不忍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面子消费，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际上负债累累。他们宁愿在商场里逛一整天，也不愿意真正掏钱买单。阿里巴巴想破脑袋，把今年的双11活动拉长到1个半月，创下史上最长双11的记录。但正如一位上海白领说的，太长了，感觉一年到头都在打折，都麻木了。是啊，当一个节日从狂欢变成了日常，它就离死亡不远了。现在的双11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电商平台不敢再比拼最低价，因为再降价就真要亏本了。商家们不敢再大规模囤货，因为生怕砸在手里。消费者们不敢再疯狂下单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。这哪里还是购物节，分明就是一场全民紧缩的生动写照。有数据显示，过去3年，淘宝和天猫上的服装商家流失率高达4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意味着每10个服装店就倒闭了4个。而且这还只是存活下来的，很多新商家根本不敢再入场了。我们再来看各大平台的市场份额变化。根据易观的数据，在今年双11前半段的交易额中，抖音已经占到了 15.8%， 拼多多也有 12%， 跟京东的 17.6% 差距在快速缩小。记得10年前吗？当时阿里一家独大，淘宝天猫的市场份额超过 80%。 现在呢，连抖音这种后来者都能分一杯羹，足见电商江湖已经变天了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阿里、京东、腾讯这些老对手居然开始抱团取暖了。阿里支持微信支付了，京东的物流可以上天猫了。这就像当年的明清战争，清军都打到北京城下了，明朝各派系才想起来要联手，但为时已晚啊。还有更吓人的数据，今年双11期间，全国35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了超过 20%。 房子都买不起了，还谈什么买？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李先生说，每个月工资1万多，房租就要5000，再加上每天通勤的花销，哪还敢想买东西？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大量1线城市的年轻人正在逃离。根据某人力资源机构的数据，2023年选择离开北上广深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同比增长了 35%。 为什么？因为光房租就要吃掉工资的一半，再加上动辄几万的门槛费，年轻人根本耗不起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很多商场和景点表面上人流如织，但实际上都是僵尸消费者。什么是僵尸消费者？就是那些只看不买，
或者买了就退的人。某商场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双11期间，客流量同比增长了 15%， 但实际销售额却下降了 25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都在透支，都在装阔，但钱包里其实已经空空如也了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今年双11期间的信用消费比例创下新高。据统计，使用花呗、借呗等信用产品支付的订单占比超过了 6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家连买个打折商品都要靠借钱了。这哪是什么消费升级，分明就是透支消费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，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债务违约潮。到时候，不光是电商平台要完蛋，整个零售业都会陷入寒冬。现在的双11，与其说是购物节，不如说是一场全民消费降级的预演。人家美国搞黑色星期五，最多就是几天的促销。中国人倒好，从10月到11月，整整50天的促销，商家们不停地降价、亏本，甚至倒贴运费，消费者们还是无动于衷。这种情况恐怕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。至少那时候老百姓还敢消费，现在是真的不敢花钱了。看来这届双11不只是凉了，简直是进了 ICU。不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，还会不会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叫双11的购物节？